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，看到一个人明明做错事，却过得比你还好，甚至还升职、赚钱、被称赞，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很真实的问题：这世界是不是没公义？更直接一点，神到底有没有在管？今天这篇诗篇94篇很诚实，他没有装属灵，他直接对神说：主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出手？诗人一开口就很猛：耶和华啊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这不是温柔祷告，这是神啊，该你出手了吧。他甚至说：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挺身而立，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。翻成白话，那些自以为很厉害的人该付代价了吧。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。诗人接着描述恶人的行为，他们夸耀，他们压迫神的百姓，他们欺负弱势、寡妇、孤儿、寄居者。然后最关键一句，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。这句话很重要。恶人的核心信念是没有人会发现，或者更现代一点，做坏事也没差，反正不会有后果。诗人直接回呛：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这段很像吐槽，你真的以为神不知道？就像你在监视器前做坏事，然后说应该没人看到吧。问题是监视器就是他造的。诗人最后说，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以为你很聪明，其实只是暂时没被揭露。突然整首诗转了一个方向，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等一下，前面还在抱怨坏人，现在突然说被管教的人有福，这很反直觉。但意思是神没有忽略人，他在调整人，有些人被放任，有些人被塑造。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。恶人现在所挖的坑中，这里揭开一个很重要的真相：神的审判有时是延迟的，但不是取消，就像种下一个结果，时间到了就会收成。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当你觉得神没有动作，不代表他不在乎，有时候他在等待更大的计划完成。诗人突然变得很个人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。意思是我差点撑不住。然后他说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就使我欢乐。这句话太真实了，不是没有焦虑，不是没有怀疑，而是在里面有神的安慰。诗人在问一个问题，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，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答案很明显，不能。意思是权力不代表正确，位置不代表正义，神不会站在不义那边。诗人最后说，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，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然后一个关键句，他们正在行恶的时候，他要剪除他们。注意，正在行恶的时候，不是等很久才处理，而是在神的时间点精准的介入。这篇诗在回答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坏人看起来一直赢？答案不是他们真的赢了，而是他们只是还没被结算。我们很容易被短期结果影响，谁赚钱，谁成功，谁看起来风光。但诗篇94篇提醒，人生不是短跑，是长跑，而且有终点审判。诗篇94篇不是在否认不公平，他承认世界真的有坏人，真的有压迫，真的有不公义，但他也宣告一件事，神不是没看到，他只是还没出手。所以问题不是
坏人会不会被处理，而是当那一天来的时候，你站在哪一边。